大家好，我现在在深圳市的光明区。这次呢，我们要设计的是一个刚交付的精装 loft。现在很多城市的新房已经是100%的精装房交付了。精装房设计的特点就是尽可能不改变原有房屋情况，所以本次我们也是尽量通过软装的方式来满足屋主的生活需求和设计风格。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墨绿色轻奢风的设计，本案的业主呢也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个风格，所以找到了我。在本次的设计沟通中，除了墨绿色，女业主希望空间中能有温柔浪漫的粉色调存在，所以在整体的设计上采用了粉与绿色的撞色搭配，并将灰色作为中和色，让视觉不会过于疲劳。我们先来看玄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 tips 呢，就是电面墙。这里原本有一个电表箱，但是电表箱的位置非常的尴尬，在比较高的位置，不适合用挂画或者遮盖盒遮住，所以我们选择用涂料一起将它覆盖。平时注意不要用手去抠碰，是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墙下方呢增加了一组鞋柜，因为门厅非常的狭窄，而且旁边就是洗手间的入口，所以选择了厚度只有25厘米的超薄翻门款鞋柜，不占地，而且容量大。在风格上呢，挑选了白金色雅致的设计，金属把手呼应整体的轻奢风格。鞋柜上方增加了同样金属质感的收纳网格，存放平时出入门的小物。小巧的墨绿色穿鞋凳呼应整体撞色的设计。在玄关的另外一面墙，我挑选了极具设计感的拱形全身镜。跟传统方方正正的穿衣镜不同，这款穿衣镜无论是造型还是颜色都极具设计感。边缘的黑色镜面有 3D 的效果，视觉上呢拓展了空间感。为了方便屋主平时挂放进门的包包和衣物，还挑选了一个金属的落地挂衣杆。挂衣杆身形纤长，不占空间，下方有大理石的底座，避免摇晃不稳。为了让空间更有质感，挑选了一盏大理石材质的吊灯作为玄关的照明，与轻奢元素做呼应。原本的大门呢是精装房自带的猪肝红色，跟整体风格非常的不搭，所以我们重新贴上深灰色的毛毡门贴，让整体的风格更为协调。本来楼梯下方是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比较适合做定制柜来解决尺寸不标准的问题。但是业主考虑到几年后就会搬走，所以全部都挑选了后期可以移动的家具。因为整体空间并不大，为了让客厅显得更加的干净利落，所有家具和配饰上都以绿、粉、灰来进行选色，而金属色呢则成为了提亮的点缀色。因为只有一间卧室，为了方便后续有朋友或家人留宿呢，我们在1楼的客厅也选择了可以折叠伸缩的沙发床。平时呢，它就像普通的沙发一样，而且坐起来非常的舒服，因为这个坐的位置很宽。那如果是要把它变成床呢，也非常的方便，一个女生就可以独立操作。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那我们把上面的抱枕都拿走之后呢，我觉得它其实已经蛮宽的了，像一个女生睡在上面其实都不需要再把它展开。但是如果想要睡得更舒服一点呢，我现在就来看一下，它操作很简单，它下面呢是有2个这样的隐藏的角，把拉链打开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镀金的玫瑰金的颜色，非常的好看。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往前拉，拉好之后把下面的也放下来，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1.5米的床啦。这款茶几非常的有趣，通常具有收纳功能的茶几都比较方正，笨头笨脑，但是这款的设计就很精致，白金绿粉的颜色简直就是为这个空间而设。这几个抽屉平时可以存放杂志或遥控器，非常的方便。业主一开始就希望能在房间中增加一个躺椅，所以我们也挑了一款无论是颜色还是坐感上都非常舒适的单人躺椅。躺椅搭配了同色的脚凳，平时坐在这边休息看电视都特别的舒服，而且是鸡皮软软的材质，摸上去令人异常的放松。因为这是一个 loft 结构，房子层高最高有4米，为了让空间更有层次，在客厅上方安装了很特别的陨石造型玻璃吊灯，灯泡本身的设计也让主灯成为入户的端景。
那这次呢，我挑选的是这个丝绒窗帘，因为窗帘的高度有4米，所以对窗帘的这种坠感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这次在挑选的这个丝绒的材料上呢，是挑选了非常厚实的材料，所以即使在这样的高度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窗帘是非常的有这种坠感的。另外在颜色上呢，挑选的这种颜色并不是那种很清浅的淡粉色，或者是很俗艳的艳粉色，而是带有这样的灰色调的皮粉色，这样呢就会能给空间带来非常雅致和温柔的一个格调了。这幅挂画可以说是我的得意之作，因为整体粉色占的面积比较大，很容易会让空间有轻飘飘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些深色的物品来压住它，而这幅画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时挑选这幅画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业主不想要市面上普通的印刷类挂画，所以特地挑选了这款3D 立体造型的设计。它的主体是一个凝视远方的女性雕塑头像，像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个体，而旁边一圈圈的花边又让这个形象柔和了下来，刚好也和女屋主的性格相呼应，刚柔并济。它对面的上楼梯处呢，也挑选了跟这幅画相呼应的挂画设计。这次的房子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1楼非常的狭长，在这个狭长的空间里，需要实现玄关、开放式厨房和客厅几个功能区域。因为原本房型的限制，并不适合增加过多的隔断。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每个区域有独立的划分，同时不影响空间结构呢？我们这次采用的方法就是改变墙色，我们将墨绿色涂料应用在了电视背景墙。这样就可以将玄关空间和客厅空间区分开来。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呢，就是在视觉上让整个电视背景墙区块更加的整体，和其他的家具形成极具格调的撞色风格。因为屋主想要尽快的搬进来，所以在墙漆的选择上呢，希望是尽可能的环保，所以我就搜寻了市面上所有标注环保的涂料产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我通常选择涂料的时候呢，会留意这个认证标准，大家可以用小本本记下来。能获得 Green Guard 认证的产品，也证明产品通过了世界上最权威的室内空气质量认证测试。这个认证呢，要求涂刷后168小时之内，也就是7天，空气质量达到认证标准。我原本以为1周其实已经很快了，但最后给我找到了一款超厉害的产品，涂刷后24小时就能达到美国绿色卫士室内空气质量金级认证标准，远低于标准测试时间的168小时。原本的厨房非常的小，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立面的空间来增加储物功能。刚好橱柜旁有这样一个立柱，于是利用这个墙面增加了一组非常好看的洞洞板墙面收纳套组，将常用的调料和厨具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为了配合整体风格，将原本的水龙头和柜门把手都换成了金色系，小小的变化就可以让整体空间大变样。那1楼完成，我们现在就来看2楼吧。在卧室的色调搭配上，我们延续了1楼的风格设计，将浓郁的墨绿色去掉，保留脏粉色和浅灰色，让休息的空间更为宁静和温柔。梳妆台使用了鸡皮材质，短绒毛在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不同的光泽，非常的有质感。带有灰度的粉色呈现出一种高级感，特别适合屋主原本添置的金属材质化妆架和化妆镜。女生的卧室经常有各种琐碎的物品，所以在卧室也增加了一组木质斗柜，一些贴身的小物和常用的物品都可以分门别类地放置在每个抽屉内，取用方便，也不会让空间显得凌乱。这次精装房自带的洗手间，我们用软装的方式重新解决了硬装上的功能缺陷和风格设计。想要知道是怎么做的，快给我留言吧！收藏数超过1万，播给你们看哦。Ready, 2, 1, go.
居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生活，但对于一些人来讲，只是想和喜欢的东西在一起。当他回家的时候，能够看到内心的自己。估计很多小伙伴想知道，我们这次改造中用到的涂料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华润漆 A+ 系列啦。它有美国绿色卫士金级认证，涂刷后只需要24小时就可以安心入住，非常适合想要尽快搬入新家的人呢。想买的艺迷们可以在华润漆官网查看线下门店信息。另外，他们的天猫旗舰店11月就上线啦，到时候大家也可以进店了解哦。